他是站在食物链最顶端的男人，人送外号昆虫美食家，初代户外吃播第一人，是所有荒野迷中的大佬级人物。曾作为最年轻的登山者徒步攀登珠穆朗玛峰，更是被国际公认的野外求生探险专家。今天让我们看看巅峰时期的贝爷到底有多么强悍。乘坐着节目组9块9的直升机，贝爷来到了哥斯达加热带雨林的上空。凭借多年的打野经验，他要向我们展示如何逃出这片危险雨林。随着直升机来到雨林中央，贝爷直接一个空中转体360度摔下。好家伙，就凭这出场方式，估计隔壁德子一辈子都学不来。而作为比贝爷还牛逼的人物，摄影师扛着几十公斤的装备也一直紧随其后，然而总是帅不过3秒。由于雨林的树木太过高大，刚落地的贝爷就被降落伞挂在了30米的高空。冒着稿子磨冒烟的风险，贝爷企图用降落伞绳垂直下降到地面，可显然绳子还是不够长，无奈一个屁蹲直接坐在了地上。树上的大师兄见状一时间笑得合不拢嘴，而要想在这种茂密的雨林中出口，当务之急得赶紧寻找野生小溪。只要顺着小溪往下游走，迟早就会见到人类社会。可下山的这一段路可不怎么好走，冒着稿子被刮破的风险，贝爷硬是在丛林中上演了一段背式跑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条不长眼的大辣条突然出现在贝爷眼前，一个后撤步下的摄影师差点吃血。还好贝爷来之前吃了午餐，不然这大辣条高低都已经沦为贝爷的小零食。又接连走了10里地，实在是找不到出口。贝爷打算顺着藤蔓爬上树顶观察一波基本情况。凭借敏捷的身手和惊人的耐力，贝爷很快便来到了树顶。摄影师见状也不甘示弱，扛着30公斤的装备也来到了贝爷身边。通过一番细致的观察，远处树林凹陷的部分肯定有野生小溪的存在。废话不多说，立马起身前往。可还没走几步，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就挡住了去路。要是换做隔壁德子，肯定都已经绕道而行。可对于贝爷来说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否则绕道是绝不可能的。摄影师扛着装备骂骂咧咧地走完了全场，最终于有惊无险地穿过了灌木丛。一连串贝氏小滑铲很快来到了山脚，终于发现了一条野生的小溪。根据贝氏求生法则，只要水里有小鱼小虾的存在，那这水源必定可以直接畅饮。勉强混了个水饱，贝爷又得继续赶路。可不料一条湍急的瀑布却挡在了眼前，俯身一看，将近有20米的高度。可贝爷却丝毫不考虑绕道，转身来到树林，祸害了一大口藤蔓。不得不说，背不绕就是背不绕，硬生生拉着藤蔓一路跌跌撞撞的来到了谷底。可接下来贝爷磨刀的场景可把摄影师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但好在有一只箭毒蛙吸引了贝爷的注意，虽然这玩意富含着满满的蛋白质，但它的皮肤上可富含着剧毒，一旦误食下肚，那后果必定请全村人吃席。既然补充不到蛋白质，贝爷又捡起了地上的野果子，味道吃起来酸酸甜甜，还算不错。补充了2两能量，贝爷又得继续前进。可不料天已经逐渐黑了下来，为了防止夜间打摆子受罪，当务之急得赶紧建造个庇护所。找了块还算平坦的空地，手工被开始祸害起了小树。仅仅3下5除2的功夫，便有了窝棚的基本框架，再铺点不要钱的棕榈叶。论效率这方面，估计隔壁德子一辈子都赶不上。忙活间还发现了一个白蚁窝，这可是上等的野外美食，直接抓起一把扔进嘴里。好家伙，口感酸甜可口，嘎嘣脆，蛋白质比牛肉高10倍。话说来了，雨林这么久，身上没少被公蚊子折磨。为了防止夜间盘稿子受到打扰，得赶紧生堆火驱赶公蚊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贝爷这次并没有带打火石，无奈又得学起德爷开始了钻木取火，哭哧哭哧摩擦数百下，火绒总算冒出了青烟。有了引火的加持，今晚必定能睡个好觉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没想到到了半夜，贝爷竟开始闹起了肚子，一连拉了3、4次也不见好转。好不容易熬到了早上，整个人都已经没有了精神。明明自己基本啥也没吃，可身体却开始愈发虚弱，这就很不符合逻辑。为了给自己疗伤治病，贝爷拖着虚弱的身体徒步攀登起了丛林瀑布。尽管精神欠佳，可这种情况对贝爷来说乃是家常便饭。不一会就爬上了坡顶。根据贝氏求生手册记载，这种树木会喷射大量牛奶，独特的汁水能治疗胃病。于是贝爷开始趴在树上舔起了树籽，一连嗦了几大口，身体立马又有了活力。趁着现在还有劲，赶紧在摄影师面前浅装一下，一路摩擦带闪电，贝爷又往前走了10几里。不知不觉又到了夜晚，贝爷打算趁着天黑笨鱼看不见，举着火把来河边搞起了偷袭。凑准时机，一个组团擒拿手，一只不幸的河虾便遭了殃，接连又逮了好几只，这下终于能吃上一顿正餐了。半夜贝爷又被大雨淋了个落汤鸡，早上起来整个人都彻底变了样。由于雨水使得河流水面上升，于是贝爷打算造艘木筏逃出雨林。在手工贝的一顿操作下，贝壁陈号总算起了航。有了筏子的加持，贝爷可是又找回了自信，在河面上漂了数十里，视野开始变得开阔，水面也逐渐变得波涛汹涌，这可不是个好消息。果不其然，贝壁陈号不负众望，中途解了体。贝爷无奈只好带着摄影师一路游到了河岸上。突然前方出现了人类的踪迹，古人云的一点没错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赶紧回家和德奶奶 happy 一下。